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，难免要出乱子。出乱子的不只是35军，其他军弄断水管、弄坏灯泡、捡地毯的，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，把马赶到大道上，还擅自指挥交通的，还有在城市里找不到饭吃，买烟不懂得排队的，什么乱子都有。有一个营啊，因为受了批评以后，一赌气把队伍直接拉到乡下去。这还了得了！其他兵团要是不加强训练，再搞出乱子，肯定比35军要严重。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苏州，眼看就要挺进上海，必须马上展开整训和教育，得停下来喽。是要整训，只是要全方位考虑停下来的问题。邓政委啊，停下来，不光是教育的问题，我们推进的太快，人民币、粮食、煤，还有滞留在江北的干部，因为交通的问题都还没有过江，这个也是我主要来汇报的。预计干部渡江、核算物资、安置俘虏，还有部队的整训，需要多长时间？10天，或者半个月。现在部队出现的乱子，进到上海，绝对不能再出现。好香的茉莉花茶呀！哦，听说邓小平、陈毅他们已经在江南喝上清明前的碧螺春了。梅生梅称香雪海，茶间争说碧螺春呢。他们这口福不浅嘛。我看呐，陈毅呀，现在恐怕连觉都睡不成了，他哪有功夫去品茶呢？这一日3殿，他快成热锅上的蚂蚁了。这口热锅，得想法子让它冷下来。恩来，你把情况跟大家说说。好，我100万大军渡过长江之后，一路凯歌，迅速解放了南京、镇江、无锡、苏州等江南城市，并且于昨天进逼上海。陈毅预计明天到达丹阳。诸位啊，何时解放上海，现在已经成了举世瞩目的热点问题了。是啊，昨天晚上我看了上海地下党发来的电报，他们说蒋介石在不断地往外抢运物资，说要把上海掏空，而且还扬言不给共产党留下一根金条。所以刘晓建议，解放军要尽快地进攻上海。一旦国民党从上海把物资运走以后，我们将无法解决上海几百万市民的吃饭问题呀。鉴于前一段时间解放军入城之后出现的一些违纪的现象，小平和陈毅同志来电建议延缓解放上海，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各部队进行培训教育。2种意见，如何权衡决策？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。我思索再三，觉得嘞，还是应该同意小平、陈毅的意见。上海的情况特殊啊，如果我们没做好接管的充分准备，出了乱子，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，赶考失败。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。我建议啊，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，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，像民主人士、民族资本家，甚至像杜月笙、黄金荣这样背景复杂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。总之一句话，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。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，我同意。这样，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、陈毅，
集中整训20天。啊，电告刘晓、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，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正起义工作，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。恩来啊，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。主席，你放心，我马上办。父亲，康伯来电说，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、25个师，加上空军和海军，一共20万兵力，防守3个月，不难做到。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，不到3天，南京就丢了。定海机场修好以后，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，通过空中和海面，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。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，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呀。马上去上海，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。父亲，父亲。都坐下吧。唐司令，开始吧。总裁，从1月开始，我们加工赶修，已经分别构筑了内外3重防御线。外围阵地浦西、浦东，在这2个外围阵地中，我们分别建设了主阵地，另外还有一个核心阵地。在这3重防御中，我们已经修建了永久性的厨房4000多个，半永久性工事1万多个。我们准备用20万兵力坚守上海，少则半个月，多则1年，绝无问题。汤司令，坚守半年就够了。卑职明白，我已经下达了七杀令，我们可以向总裁保证，在捍卫上海这场战役中，无一人敢言退。我们绝不辜负总裁对我们的重托。汤司令有把握就好，要把上海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。肝脑涂地，在所不惜。为了打消大家的后顾之忧，全心应战，我建议把军官们的家属先运往台湾。马上执行。是。校长，上海形势危急，我建议您不要做过多停留。党国的大事在上海，我不能不来。将士们的信心不足，我不能不留啊。校长，请您吩咐。共产党现在要东进，势如破竹，我们挡不住。那我们就在上海组建国民党地下指挥总部，是，继续和共产党斗争。你看可行吗？可行。上海一旦失守，邓小平和陈毅等人进了上海，擒贼先擒王，对他们下手，可以最大程度地动摇人心。他们雄心勃勃地跨过长江，我们就让他们在上海栽一栽跟头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去办。是。另外，张澜、罗荣基他们如果再不醒悟，
就坚决的制裁。这些属下都已经安排了。就是孙夫人呢，还请总裁明示。孙夫人，怎么？你想对孙夫人动手？属下听总裁的。是啊，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。金国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，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。父亲，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，大发雷霆。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，去国外。可他忘了，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，受难从命。你离开了24年，你可知道，时至今日，你为之奔走、时时挂怀的国家，依然是战火不息，民不聊生。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，但却辜负了你，辜负了你的苦心，辜负了你的遗愿。你就不用下来了。烦请理解禀报二姨，我父亲专程来看望她来了。蒋先生进院时，我已经禀报过夫人，夫人说他身体不适，不宜下楼，就不见了。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。医生来看过吗？有请过大夫，请蒋先生放心。既然我们都来了，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，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。金儿，嘿，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回去，请你转告夫人，现在战事危急啊，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。以后他想住在哪儿，一切由他自己做主。请蒋先生放心，我一定转告夫人。我们的部队进了南京就闯了祸，二位可能也听说了吧？总前委对于入城纪律贯彻的不够彻底，特发电报来，要求部队停下来，尽快展开整训呢。哦，停下来？停在哪里啊？目前，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到苏州前线了，乘胜追击，不难取胜。但是，上海
蒋介石的发家之地呀，他是不会轻易放手的。蒋介石把重兵压在了上海，他是有目的的呀。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在国共和谈期间，全力营救的仁人志士都被他们秘密转移了，下落不明。上海的工厂、造船厂被桂永清重兵把守，意图就是毁坏。汤恩伯在上海市区布下了重兵。除此之外啊，他们还大量的转移人力和物力，对上海的破坏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上海绝不可以造成重大的损失啊，要不然你部队进去也站不住脚的呀，是吧？从军事层面讲，我们完全能取胜打赢，但是我们接管上海、杭州、南京，不是洗去腿上泥巴那么简单呐。人心如秤，我们要赢得这杆秤，要从政治上接管，从根本上学习。做到军政双赢啊！只要上海能完完整整的存在，人能走，酒能回。黄仁老、苏老，我们有一事相求。我们在上海的同志想了解一下和接触一些工商界的人士，二老可有推荐？好啊。好，那么我建议啊，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，那么年轻的这一辈，比如像荣家，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，还有魄力啊。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，将来为上海效力，不是蛮好吗？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，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对的。张能的钞票跑掉了，二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。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，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，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啊。会有困难吧？没事。哎，我去看看。你就在那儿专心致志的画画。画什么呢？妇女委员会过2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们。喏，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，准备让家里的吴阿姨做出来，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。看着就很好吃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？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联委员会理事的工作。那么我要好好谢谢永少爷啦。不要客气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，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。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，留在上海，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。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，你留下来，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。把门打开。胡老板，荣少爷，我求求你行行好吧，再不发工资，我
朋友们，大家不要着急。你们看，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？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。我答应你们，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，请大家相信我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朋友们，既然龙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，咱们就相信他，给他一些时间。咱们大家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就相信龙老板，相信他，相信他，走吧。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。走吧。大哥来了你们怎么都哑了，也不知会一声？我是要出门迎接的。不要紧，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。您请。好。哎呀，兵荒马乱，时局漂移。如若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，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。哦，病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兵临城下，还有这样的调调啊！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！大事小事烦心事，桩桩都在这儿。这不，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。哦，对了，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。好。也要去台湾？不相瞒大哥，去香港。蒋总裁3催4请，你还飘逸不定啊？是我现在的病情有一不定啊。哎呀，蒋总裁这趟回来，专程去看了孙夫人，结果吃了个闭门羹。哎呀，有人不走。不动，看来啊，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。我也有自己的心思。现在这个世道啊，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。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。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。大哥遣散了帮众，说不问江湖，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？来去很难选择。对了，在香港的时候，潘先生找过我。哦，怎么说呀？要保全上海，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。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，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存在。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。
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。1927年清党，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，这么多年一路走过来，大哥你都看着了，没有选择。既然走到了今天，也不可能化为玉帛了。我横社手下有10000人之众，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，那我就走嘛，我走了就干净了。看来是要告别了。金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，又开了2条新的航运线，很是赚钱，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。丰年兄啊，能打算走啊？走哪儿啊？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，遍地发财的机会？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。此言差矣。士农工商自古以来，商排在最后，人人瞧不起经商的。可是时局动荡，士将被杀，农将无田，没独工商。不管是哪个政党、联盟，只要盘算好了，照样八方来财，日进斗金。丰年兄啊，好魄力呀！就说现在，共产党将来未来，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，搞囤积居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。你想想，钱、粮，谁不需要？对。你再想想，4年前的今天，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？想送孔辰的天下呀，你我小角色。哎，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，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负隅顽抗的保证。啊？是真的。那可热闹了，这上海滩，讲理也好，国共也罢，变成农中有物，物中有农的真龙棋局。阿拉之国经商发财，经商发财。1949年5月上旬，遵照中央军委指示，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，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。哎呀，陈老总啊，你可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哎，走，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。什么宝藏？是啊，哎，跟我来，这边。老总啊，看看，这儿还有呢。哎，这都是。哦，怎么样？是一座宝藏吧？这么多的棉袜呀！啊？是啊。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，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。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？这都被老鼠吃了。啊，这个不碍事。咱们呢，不是有针线包吗？啊，把它缝补啊，反而更结实、更耐穿。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这大上海啊，有着500多万人口，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。采金纵队啊，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。是啊！哎，我来！
势必有增量。那肯定了。老徐，真有你的小事儿。哎，这叫啥呀？猪脑子，跟你说多少遍了？电灯。有增量吧？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。哎，请来啊！啊！哎，他们干啥呢？高兴成这样。看看这个，如果全记不下来，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？吵什么呢你们？参谋长，参谋长，大晚夜不睡觉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？啊？绳子断了，绳子断了。哎，咋回事？这都是根绳子，不是你的机枪。电灯，我再给它装上。哎，毛手毛脚的。这个电灯。怎么回事？报告，报处通知，摸了一下拿钩，就掉下来了。摸那个能电死人，知道吗？啊？那个不是控制开关的吗？怎么还能电人啊？那是电门，跟炮筒子似的。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。他怎么样啊？把他扶到床上去。我没事，首长。你们哪来的灯泡啊？报告，是俺们从师范学院摘了，经过允许了吗？摘的时候，没人拦着。没人拦着，你们就摘人家灯泡，摘了多少个？20多个。郑连长，到，带上你的人，带上入城3大公约和入城守则，为营地跑50圈。什么时候跑够了，背会了，背熟了再睡觉。参谋长，今天实在太晚了，这跑完天都亮了。你们摘了人家灯泡，学生们怎么看书学习？你们替人家学吗？记住没有？是，全连紧急集合。为了挺进上海，全连绕阵地跑步50圈，熟记入城3大公约和入城守则，记不住不许睡觉。少爷，立正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哎，不要，使劲啊！父亲，杭州失守，金虎杭、三郊只剩下上海一角了，已被共军3面包围之。做梦都没想到，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！抗战胜利，各地受降，可转眼败于垂城。这真是千古红楼这一梦啊！静儿，你回国多年，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。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，我只希望你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，他日重振我党国雄风。好的，父亲。不过，
们眼下的问题是上海。汤恩伯怎么说？他还能坚持多久？汤恩伯倒是信心满满，摆出来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。强弩之末。今天毛文凤的报告说，陈毅粟裕的部队已停止了推进，各部团以上的军官正火速赶往丹阳，说是搞整训。看来他毛泽东要进驻上海了。景儿，抓紧利用这段有限的时间，做好撤退工作。不过，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无法收拾的烂。老徐，哎呦，你做啥啦？偷偷摸摸，我看我看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粮食放好。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？哎呦，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。哎，不过龙哥，米没有了，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好。我听说啊，100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，要是再轰到上海来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搿能哪能办啊？到辰光喝凉水好喽。哎，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！没有值钱的东西啊。要不把我2个姑娘藏起来，听天由命吧。丹阳一下涌进了5000多人，热闹非凡啊！陈老总，来电请中央再给他派些能人过去。这个陈毅呀，4个野战军里，就属他3野文化人多，他还嫌不够。你告诉他，我毛泽东可不是孙猴子，变不出那么多天兵天将来。不过也难怪陈老总着急呀。上海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，金库被搬得差不多了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杀，毛泽东的手已经伸到学校。我们在同济、复旦、交通大学这些党组织陆续遭到破坏。现在一南一北2个大局，北平是筹备新政协，协商建国；南方重点是上海。一要防止美国人干涉，2是不能轻视汤恩伯，3是尽量策反，减少战争的破坏力。对陈毅，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支持。好，主席啊，黄华秘密会见了斯图雷登的私人代表，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。这个斯特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，
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，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。我们和美国的关系，不是斯托雷登能决定的。历史有它的规律性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。新中国的建立，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。主席，按计划，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。潘汉年报告，他和叶英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、张表老的行动计划。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。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。哎，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？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。主席，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啊，9日到任。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，人还没有到任，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一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。哎，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，从这批人才中挑选2个人给陈云同志送去？啊，好啊。这一路山河，迎着日出月落，你望着九州烽火，仿若当初的许诺。这一腔炙热，走过风雨如梭，你的足迹曾诉说每方土的波澜壮阔。你是我所有执着，是天地最无畏的宽阔，你是岁月峥嵘的长河，永远有我追随着。你是我所有依托，是心底最眷恋的